不知道你是否曾经走进博物馆或者画廊，仔细地观察过一幅中国国画？我们总是惊叹于画师的丹青妙笔，却很少注意画作所使用的颜料。这些奇妙的颜色从何而来？而它们为什么又能够历经1000年依然绚丽夺目？那本期节目我们会带你一起来欣赏和探索传统国画颜料的奥秘。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用8K 高分辨率来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这些璀璨的艺术瑰宝。我自己平时可能不会专门去看一个国画展，不过当我认真看完这些国画作品，还是有被这么小小的震撼到。震撼之余，我也对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颜料有了更大的兴趣。那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传统国画颜料背后的故事，这里就必须要提到一个国画领域无人不知的名字——姜思绪堂。在过去，调配国画颜料是文人的必修课，品茶论画之余，文人们还会互相赠送自己制作的颜料。明朝末年，苏州进士江图乡的后代中出了一位画家。那虽然他的画作没能够名留千古，但是他调制的颜色却是指色合一，经久不脱，一时间名声大噪，远近相求。于是，在乾隆年间，姜氏子孙在苏州开设了一家前店后坊的颜料铺子，名为姜思绪堂。那这一次我们来到了姜思绪堂，邀请到了姜思绪堂的掌门人，也是国画颜料的非遗传承人张百灵老师。张老师告诉我们，传统国画颜料按照原材料可以分为矿物性颜料、植物性颜料还有动物性颜料。那其中以矿物性颜料最多，常见的矿物性颜料有石青、石绿、朱砂、赭石等等。那常见的植物性颜料有花青、藤黄，动物性颜料的话则有胭脂。那么接下来张老师会从矿物性颜料开始，带我们认识这满墙的缤纷色彩。这个是石青，它的来源就是从这里有个矿石里边提炼出来的。这个呢，铜的含量呢低，利农场呢倒是废品，我们倒是宝贝，就是这个是现在是神品，就能画画了。还做一个石绿矿石呢，就是这种，就是孔雀石。那么这个孔雀石呢，也能做珠宝，也做颜料。像今年春节联欢晚会直指青绿，就是这个青和绿。这些颜料的原材料除了有可以做珠宝的，那甚至还有可以做药材的，比如这个黄色的颜料的原材料就是雄黄。那雄黄可以入药，就有解毒杀虫的功效。那和雄黄一起伴生的雌黄也是大有来头的。在古时候，雌黄常常被用作涂改液。过去常用的书写材料是黄麻纸，因此写出的字可以很好的用雌黄的黄色来覆盖重写。那这也是成语信口雌黄的由来。除了矿石颜料，动植物经过加工做成的颜料也是颜料盘上的常客。那比如这个花青颜料是从江西农民种植的料兰草里提取出来的，那这个藤黄的颜料则是来自海藤树的树皮下的黄色的枝叶。还有这个胭脂颜料是取自长在这些仙人掌上的胭脂虫，它们体内会分泌一种天然色素，叫做洋红酸。你可能就想象不到，这个看起来那么不起眼，甚至还有点扎眼的小虫子，其实和我们吃的食物、使用的化妆品都息息相关。那比如口红、腮红，甚至草莓果酱，还有番茄酱，都会用到它来调色。不过，想要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些颜料的色彩，单看这些瓶瓶罐罐，那肯定不够带劲。所以我们还准备了一段国画颜料的视觉展示。那么接下来就请你欣赏我们用8K 120帧记录的流体颜料。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那为了能给你更好的呈现国画颜料准确的色彩，我们也下了一些功夫。首先，我们尽可能使用了高显色指数的影视灯光，这样能保证色彩还原是正确的。那其次，我们还需要在拍摄时候同步拍摄这张色卡，在后期进入达芬奇这样的软件的时候，使用色彩匹配功能，把所有的色块点位和屏幕里的方块对齐，就可以实现角色。这就是你在平时看到剧组里面使用色卡的作用。那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可以在调色阶段将屏幕上的色彩和实际原料反复比对，完成最终的校色。那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许多不同颜料以及它们对应的原材料，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为你来揭晓如何将一块斑驳暗淡的原石华丽变身为色彩雅致的国画颜料。首先我们需要用榔头把矿石原料给敲碎，然后用清水淘洗碎石块。盆里这些黑黑的石块会携带较多的杂质，需要被剔除出去。接下来将挑选好的石块倒入19中锤细，还有研磨。这听起来非常简单，对不对？但张老师告诉我们，里面的颜料需要磨到上层浮现出标光才算合格，而这个达标的过程需要将近20天。在研磨的过程中，张老师的衣物也被飞溅上了不少的颜料。那如果使用普通的洗衣机清洗，颜料可能会使其他衣物也一起变色。这时松下洗衣机独有的离心净水洗就派上了大用场。随着机箱内离心机每分钟3500圈的高速旋转，矿石颜料立刻从水中被分离出来，并贴在了离心机的桶壁上。同时经过离心洁净的水又能重新进入桶内，实现边洗衣边进水，这样洗出来的衣服就能够更加干净一些。现在我们完成了研磨，得到了这样一盆浆状的原料。那加入沸水和明胶充分搅拌，再将其静置数小时。当我把上层的水给导出之后，底下分离出的就是颜料头滤。而刚刚分离出的水也不要倒掉，我们可以通过重复加胶静置的步骤来分离出2氯、3氯、4氯等颜料。那其中最先分离出的头滤颗粒最大，颜色最深，越后面分离出的颜料颗粒越小，颜色越浅。这些被分离出来的颜料还要经过反复加胶、沉淀、撇去杂质，最后将颜料晾干、过筛，我们就得到了最终的10氯颜料成品。在山水画中，色色以青绿为主色调的画法叫做青绿山水，而这一次我们想用这刚刚磨好的10氯去到青山绿水之间，用画笔和颜料创作一幅青山叠翠、色泽鲜艳的山水画卷。另外，我们这次拍摄还意外遇上了浓雾，淅淅沥沥的小雨和朦朦胧胧的远山在浓雾里面铺展开来，说不好是景色像画一样，还是画同景色一般。那我们再说回传统国画颜料，作为一种古老的技艺，它也面临着很多冲击，不仅仅是原材料的稀缺、一度失传的技艺，还有人工合成颜料带来的冲击。现在呢，就是颜料呢很多，包括化工颜料和天然的颜料。化工颜料呢，就是不能保证的时间太久。那么天然的颜料呢，包括矿物、食物、动物的颜料呢，可能保证几百年都不会变色。5岁画画的时候，到了50岁还能看到自己5岁时画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一直觉得姜思绪堂的名字其实很有意思，它取名字姜家的书画厅堂思绪堂，意味着思考秩序，做的却是颜料色彩的生意。几百年来，姜思绪堂的颜料工匠们走访了国内各地无数的矿山石林，这些颜料取自自然，又在画家的妙笔生花中描绘了自然中的山水草木、鸟兽虫鱼，万物流转，生生不息，以有生之物绘作静景，又以静景使自然万物跃然纸上，历经千年不朽。人与自然的秩序在色彩之间牵连来往，彼此印记，或许这就是国画颜料带给我们的思绪吧。那最后非常感谢松下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除了国画颜料的雅致色彩，松下仙境系列的银河孤蓝也同样以药师之彩为我们开启感官新美学。即日起至6月18日，松下洗护为你精心挑选超值洗红套装，轻松 get 健康洗护，搭配全新壁挂洗衣机，分类洗护，宠机更宠你。还有精美好礼火热派发，跟我一起来畅享美好洗护生活，成为品质生活家。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为3连转发，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